昨天三峡很不幸了，发生这个冲撞事件哈，这么多无辜的孩童或死或重伤哈。那刚刚我看每个来宾都很热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验。来，伟汉，你做过导护是吧？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比赖清德总统520就职谈话更受关注，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家里面有小朋友，你去看说啊，他过马路明明是行人绿灯。车辆红灯过马路，小朋友过马路也很正常，开开心心，居然被撞死了。那所有家里面有小朋友会像这样过马路的人担心了。第二个，台湾有多少机车族？上千万。我骑机车怎么了？我停在那边呢，我怎么知道后面来一台车把我撞死？所以骑机车的人担心，家里面有行人担心，家里面有长辈开车的人也担心了。那我们家里面长辈75岁以上还在开车的，我们要关心他。观众朋友，你应该关心他。我跟大家提出一个数据来看就好了，因为确实我们这个事情现在警方要调查，是机械故障吗？不能完全排除哦。如果他爆冲呢？就这车子没有办法刹车，只能一直冲。又或者是说，如果他个性上是不是他情绪不稳，有怒路症，还是他要去追那个机车？又或者是他身体出状况了，他当时已经处在一个没有办法好好操控的状况。不管以上所述的哪一个。这一位于先生78岁，他在刚刚所看到的几个画面当中，显示出他是一个不合格，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这件事情，我想大家有共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回过头来，那这样的危险驾驶是不是有哪个环节可以排除它？其中一个，我们台湾现在目前酒驾、毒驾，还有过劳驾驶以及无照驾驶。小朋友还没有，比如说5岁、10岁，就算你是腾云拓海，手感很好，你也不能10岁开车啊。还没有驾照，要有所限制。所以年纪这个限制不是不让他开，而是要给他一些。好，就是条件满足，你才可以继续开。我跟观众朋友报告好，如果你以时间来看的话，年纪来看，最严格的其实是香港。香港60岁以上的这个就是驾驶就必须要回来再检测了。但检测的这个强度不一样，我等一下跟大家报告。香港是60，新加坡65，日本跟英国是70，我们中华民国是75啊，是最高的。好，第二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而且不止如此，立法之前都不算。我们在立法之前不管你100岁都不管，都不算，除非你有违规。现在新制是这2年才上路，就是75岁。好，那75岁以上，监理所还为了让这个长辈们能够理解要怎么来，他还想了一个顺口溜：75岁来换照，免人还乐细给照。我刚刚讲给嘉瑜听，他以为我自己乱凑了，不是。我们监理所真的拍这个影片跟大家讲，我看完以后，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一段？看完以后，我是真的觉得应该要检讨了。为什么？康哥，你知道吗？75岁以上去监理所的时候，阿伯你苦累蹲下去，卡起来，膝盖可以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踩油门啊。但我觉得这个检测太简单了，大家就体检，看有没有色盲、红绿灯能不能判断视力等等。接下来是什么？就是大脑认知的测试。这个我必须要说因为我看完以后我真的觉得不行，交通部要改。他有一个10张图给你，10个图有苹果啦什么然后呢给你看完以后，他就跟你聊天。过了2分钟以后再问你刚刚那10个图能讲出多少，3个就过关。那太简单了，为什么？因为由北到南的监理所我去看图库，居然所有的都有西瓜、南瓜跟牙刷，还有漱口杯。所有的题目都有这4个，而且很多人都提醒他的家长，你写的时候你得给你西瓜、南瓜、漱口杯跟牙刷，我都还没看，我都知道答案了，我怎么会答不出4个呢？他只要3个就过关，然后呢再给你画一张图，就是好，请10点10分画一个图，1到12。好，这样就结束了。我现在并不是在揶揄这个制度，因为我要跟观众朋友讲，日本70岁以上要做认知测试，可是日本75岁还要开车的话，因为日本高龄社会比台湾更高寿嘛。日本的75岁以上，你到了75岁还要开，对不对？路考了，你要跟考官一起上路，看到这个标线你要停，有路人出来，他有设定状况，你要懂得要怎么样避开，跟考照的时候一样。对，他就是你既然70岁还想开车，那你身体必须要很好。那这种时候就会把危险驾驶给刷下来了。我现在并不在讲我们这个三峡的 case， 我们没办法断定它为什么发生问题。可是倒回来看，我们的年纪太高，然后我们的检测的过程太宽松，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检讨的。王慧。我是觉得像吴思瑶讲说，不要这个不是要剥夺高龄的移动权我觉得这就是标准的吴思瑶讲话方式。先下一个标来否定那件事情，然后他讲的都是对的。我觉得昨天发生这么多遗憾的事情呢，就先不要管青鸟讲的那一些话，真的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之外，我觉得刚刚暐瀚其实把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制度讲得非常的清楚刚好印证了我最近在宜兰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都有拄到一个阿伯一辈子回，他说他刚刚去换照。
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制度嘛，哈，大家说你安那换照，伊讲真简单呐，伊讲叫我寄物件，就是刚刚他讲的那几个，西瓜、南瓜、牙刷、漱口杯，伊讲你有记起来，伊讲迄个凊彩个应该是算简单啦，我会晓这样，就是对他来说好像很简单就通过那个考试，但我觉得从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看呢，我觉得确实有检讨的必要啦。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为了这个便宜行事哈，因为他确实上路之后，他是攸关他自己，包括我们长者他自己的安全，还有他上路之后用路人的一个安全。我们昨天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因为你就想说，只是平常4点多如常，大家妈妈会去接小孩，而且下午视线也很好啊，都对，没问题啊然后。又没有下雨，然后孩子就是依序，而且他那个路口是只要一红灯，要全部四面都停下来的一个大路口，那是特别设计的一个路口，竟然还发生在红灯的时候，孩子觉得他很安全的过马路，但是全部被撞飞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回来很深刻的去检讨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长者他要上路，也是保护他，也是保护我们的路人哈。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憾事再继续来发生呐哈。那至于总统在这个520之前突然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他也会觉得非常遗憾哦。只是我觉得他昨天到医院的那一幕真的是大可不必，因为昨天就是每次到这种重大灾害的时候，我想他也很想要表达他的这个心意。可是呢，其实在那个当下，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抢救就是我们的伤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那个现场其实还是应该要还给这个伤者跟医护他们更多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是比较适当。我们教育。因为我刚刚跟伟汉讨论说，因为我们常去日本呢，我会看到很多高龄驾驶，尤其是计程车司机，通常都是长辈在开车。他想说，为什么这个在日本这么多长辈在开计程车，在台湾高龄驾驶会是一个问题？那结果刚刚一讲原来我们台湾的这个75岁的换照是纸上换照完全不需要路考，也没有任何的这些认知的测试。那所以对于高龄长者的这个换照的制度，也是这一次大家检讨的一个方向。但是另外一个，大家如果看那个画面，因为昨天我也有去看那个画面，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已经过了马路，然后这台车突然的这个闯红灯。这个冲撞之后，有些路人还回头说，发生什么事？结果你会发现真的是触目惊心。那整个这个过程，当然很多人去看前后各种影片，会认为说这个长者，包括他之前5年前冲撞人行道的记录，那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这样子的过程，会联想说这个人不只是高龄的问题，还包括情绪管理的问题。他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他这个红灯也不停下来，然后刻意的要去冲撞，所以包括心理因素的评估、情绪管理等等这些问题，这可能都是未来交通事故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换照或者是考照过程中可能要去了解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刚刚讲到交通安全的导护问题，这个过去我们担任民意代表都常常会遇到，因为现在其实少子化，人力也越来越少，那家长其实工作也非常的繁忙，所以在导护志工刚刚讲，除了也是高龄化之外，你会越来越难去找到这些义工、志工的妈妈家长去担任，所以学校也希望说能够引进比较专业的这个义教啊等等的协助。可是问题是经费又从哪里来？所以如果是针对一些比较重大路口，像刚刚三峡这个大路口，比较有可能发生危险，而且这个非常很多行人的这个路口，可能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义教义警来协助，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是导护的志工等等。我觉得这些种种层面的考量，都是政府其实透过这些事件里面要去协助的。那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他是非常在意这个行人安全，所以他昨天才会跑到这个医院去探视，因为他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总统来去关注这件事情，让整体包括交通部、教育局、教育部能够好好的去改善这个关于学童还有交通安全的问题。好。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上一节刚才赵大哥有提到，就是说，在美国那个学生的交通车 stop sign 是真的很严格规定的，你只要违反，你基本上就有可能被吊扣。美国给你的规矩就是非常严格，对小朋友的行车或是过马路的安全是非常严格要求，台湾没有要求。台湾对于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娃娃车，都感觉好像就是说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很老旧要退役的车来当娃娃车，其实这是完全不行的。第二个呢，我必须讲，因为早上如果我来得及，我会开车载小朋友上学，因为我们小朋友1年级而已。那家长会想说，
哈，那以后我要绕过去，在学校那一侧放下他，因为像我们在这一侧。我现在觉得20几秒也很危险啦，真的。他下去，然后小朋友过去啊，大家都是依照交通安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我要讲说，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进入学区你一定会减速。因为他下面画很多线，那导护妈妈不是在那一条，不是学校前面，是前2个路口就导护妈妈了，所以你基本上会是一个已经减速，而且了解旁边会有小朋友冲出来的状况，你应该是减速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对台湾社会冲击这么大？因为除了政策杀人，刚才我们大家提到的政策要改变之外，会不会有随机蓄意杀人的感受？你会有这样感觉啊？你今天改善了这么多的行人交通，然后呢，你大家遵守交通规则，他油门给你踩就整路给你过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当然站在一个积极面上，还是可以从政策面，除了高龄，除了换照，除了这些行人安全的这些保护之外，还是可以这个着手。第二个，一定要给全国社会一个交代，到底这个余姓老翁你在搞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让人家感受你是蓄意杀人？而且现在因为有太多的证据显示，他有路症，不一定是针对前面那一台Autobike，但是他有路症这种。而且说真的，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高龄，你不换照，你给他换照，我觉得这某种程度还说得过去。可是有一件事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是他前面是劣迹斑斑，劣迹斑斑，然后之前那个母婴的那个妈妈出来说她有病啊，那个是多生气的状态才会讲出她有病。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政策要讨论这一个余姓老翁他为什么要感受是蓄意杀人，然后伤害这个规模这么大，一定要交代清楚。对了，就是这个可能不只是年纪大，任何年龄，我觉得在给他指导的时候，也要看看他情绪到底怎样。有些那种情绪很容易就这个旁边摁个喇叭，或是怎样，他就立刻就暴怒了。哦，美国也有啊，当时加油的时候，人家前面那 NH Crisis 拿枪出来把人家打死，就人家只加油只是慢一点，火大了哈。像这种情绪不稳的话，开车非常危险。导护的是，楚要不要补充一下？但是刚刚说，如果我们在发驾照的时候，怎么样去认知个人的情绪，确实是有一点困难啊。那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导护志工的问题是现在学校各个县市确实都出现导护志工的困难。导护志工现在在学校里面的，第一个是志工邻旅社区的志工去招募而来的，第二个是家长轮班。但是大家知道，家长其实都很忙，很多时候家长是把小朋友放着，接着就要去上班所以除非是说刚好有家长妈妈她没有在工作，她愿意来值班，这是一个。然后再来邻旅社区招募的志工也很多都已经是退休的这个爷爷奶奶了那爷爷奶奶其实这年纪都有一点大了所以顾得了小的又顾不了自己，然后顾得了自己又顾不了小的。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招募一些比较年轻力壮的志工，但是真的有困难尤其在双薪的这样。那现在有一个争议点是，学校的老师能不能加入导护志工的工作？但其实老师有一点抗拒，是第一个，老师其实8点半他就要开始上课了，如果你让他提前到7点多就开始到校来协助小朋友安全进到校园，对老师的负担很大。第二个是过去曾经有老师帮忙协助就是导护志工的工作，结果真的有小朋友发生意外了，家长居然去告老师，然后老师还真的被判刑，说业务过失。那个老师何其冤枉啊！我是在我教学才是我的业务我是被学校拜托说进行没人协助小朋友安全上下课，某你来帮忙一下，我帮忙，然后真的有小朋友发生交通意外，家长告老师，老师被法官判刑。所以其实老师都来，教师工会都来找我们陈情说，他们不想这个再来协助当导护志工，所以就变成说真的没有人力。所以我们一直跟教育部陈情说，用钱。我们真的用专业人力，我们的义交义警其实是可以协助这个交通导护的工作，就是给时薪嘛，可是你让教育局去负担这个经费，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拜托教育部，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全国性的教育事务，就编列预算，让各个学校来做。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那么今天520哈，赖清德就职1周年哈。之前呢，除了民进党自己做的快乐民调，赖清德表现得好得不得了，大家满意的不得了。其他各种民调，赖清德的成绩都是一塌糊涂，简直是 TBS 做的，满意度大概只有30几，他的基本盘比他基本盘都少，他选举还有40%，然后不满意都超过一半，然后联合报做的也是这样。所以然后呢，这种什么美丽岛电子报啦，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赖清德都掉了这将近10个百分点，7、8、9个百分点，掉了非常多哈。那马英九前任总统也出来讲了，说呼吁赖清德呢，前任要做两岸稳定的事情，而不要变成一个棋子变成了这个你赖清德常吹你说我是棋手，你是什么棋手呢？所以你不要变成棋子就不错了。而且呢，全世界都在改变，所以赖清德不能一面倒押宝美国那另外呢，他特别讲这个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就是敌国的意思啦。你是敌国嘛？他们这个台湾、大陆、中国一边一国，又是境外敌对势力，你把它加在一起，不就是敌国吗？那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人国家讲中国是敌国，川普也不会这样讲，也不敢这样讲。他们虽然竞争这么厉害，他也不会说他是敌国他说我要沟通啊。我们希望合作我没有故意要整他只是呢怎样都不敢讲是敌国那就赖清德现在问题是把大陆当敌国，然后呢把在野党当敌党都是敌所以呢要大罢免在野党，然后对敌国呢要提出挑战挑衅那马英九非常失望，说赖清德执政满了1周年他说应该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而且恢复两岸往来我们常常讲你把他当敌。那这最少你希望化敌为友嘛，就算不能化敌为友，至少尽量减少敌意嘛，而不是增加敌意嘛。所以呢，美中保持平衡嘛，你不能全部压美国嘛。那尤其川普，你全部压美国多么危险那马英九说，美国已经怀疑赖清德治国的能力了，所以呢，应该要停止抗中的路线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也谈两岸。说侵略者才是和平破坏者，我哪有挑衅他破坏我们，我军机这样围船这样来所以他才是和平破坏者那如果他对我们有对等，给我们尊严，我愿意跟他交流请他喝珍珠奶茶那另外呢，马英九提了3个建议，第一个呢，平衡美中之间；第二个呢，你还要重视历史记忆嘛，你光去参加什么欧战这个纪念，那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了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了，那你有没有纪念？有没有追思？会不会办这个记者会？你会不会？否则的话，你搞什么？欧战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而且欧战胜利的时候，台湾还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还在打这个太平洋战争3个月以后到8月，日本人才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因为美国在长崎、广岛丢了2颗原子弹日本那时候还把台湾兵征到越南去打仗对不对？你到底纪念什么？你是哪里的人？你是什么总统？所以呢，希望能够释出解决两岸僵局的善意了那另外呢，马英九也担心说，自由的灯塔是不是要熄灭了？你现在你说你不独裁，你是往那条路上走而且什么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担心你嘛。所以如果现在不支持你，可能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嘛那赖清德说，他有4大和平支柱，国防要有威慑力，经济要安全，要跟全球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而且呢，他要稳定两岸这是赖清德的和平4原则那有史以来第一次民选中呢，在520一个字都不提中国，提都不提那淡化两岸关系，聚焦经济跟朝野和解。我最好笑了，你朝野是和什么解呢？你每天要团结，你这边还发动大罢免，那边要这个和解，你怎么和解？你这边跟他握手，那边打了2个耳光，这怎么和解呢？那另外呢，就是什么我本来以为说他的国安是要赖清德自己跟这个在野的领袖去说明，我们现在国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要国安团队去说明不是他开始我早上看到他标题，我以为是他要说明，不是要国安团队去，那国安团队去干嘛？国安团队就跟国安团队在立法院就可以跟这个在野党的立委报告了还需要你派国安团队去吗？
而且呢，你国安团的真的去报告，还是说你们在野党小心中共渗透你们，小心两岸不要去交流，到底要去讲什么？哦，那另外呢，这个黄奎博教授是说了哈，说为什么没提两岸，是因为可能严重到不能提了，你不知道怎么提了，就干脆不提了。看一下。赖总统就任后提出新两国论，背离了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最近刊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的文章，直接指出赖清德总统对大陆的政治措辞过于挑衅，容易造成台海风险。他因此建议川普要管一管台湾。我们的总统居然被美国学者数落到是需要管教，这真是一大的羞辱，强烈的显示美国已经开始怀疑赖政府的治国能力了。赖总统目前应当停止采取有害台湾的抗中路线。你看王慧。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这个当然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关心昨天三峡的事情之外，当然就今天520，大家知道赖总统一定会发表演说嘛，那他其实今天有2次的公开谈话，一次是9点半的时候在总统府的记者会，一次是他到了这个国际电脑展，那又做了一次的一个谈话那今天的一个谈话呢，我觉得我自己看他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幕僚可能给他定调，这一次的520谈话是走一个温馨的路线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从头听到尾，竟然没有出现两岸。真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但是我觉得在看他今天的这个演讲之前呢，我觉得要把他这个礼拜做的事情稍微都看一看他这礼拜为什么我说他定位温馨，他都是跟这个网红啦还有日本的这个天团啦做记者啦访问啦大概就是释出这些很温馨的这一些访谈。那跟这个网红的这个访谈呢，1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我想他是预录的嘛我看这个题目也塞得蛮好的。但是在这里面呢，非常特别的是呢，在这一次的访谈里面呢，他谈了就是说跟这个国际的关系、跟对岸的关系就是内政谈得很少所以当大家正在讲说，他这个都没有提到内政的时候，他今天的这个发表演说里面几乎都在讲跟内政相关的事情那我就先讲他在前一段的这个各个网红的这个访谈里面呢，我想大家讨论最多的啦当然绿油油的电视台我看是比较少讨论，但是呢，大家比较听到这个在野这边比较看到的问题是他在讲这个中国跟我们的关系，他用并购说大公司跟小公司这样的一个用语那大家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就是说这个到底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赖总统把这个两岸的关系这两岸的关系怎么会用并购，尤其这个并购的并还有个并这个字就我们跟对岸的关系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我想我们两岸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它是应该是要走一个健康的一个路线的那刚刚马英九前总统其实也做了蛮多的提醒的上次这个我们民众党请这个管中闵管校长来的时候，其实他讲的也是，就是在中美的这样子2大强权的他们的相关的一个谈判里面，到底台湾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要跟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赖总统他之前的赖17条还有这个有关所有的抗中保台，从他上任以来，过去这1年用得非常极致，突然在这个上任1周年的发表演说里面呢，我感觉他踩了个很大的这个刹车连两岸都不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要让大家多关注他，说其实他也是一个有在关注我们内政的一个总统嘛。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以来了不管是怎么样谈两岸，我觉得有件事情是他不变的，不管是对网红讲，或者是今天的一个总统演说，他都对于大罢免这件事情，他定位为大民主这件事情是唯一不变的一件事情。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不民主。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主国家，要不然他们参与那个赖清德不是要办美国大腿吗？就美国参议员嘛，你现在100个参议院，对不对？100个参议员，那假定说共和党赢民主党几席，民主党会发起一个大罢免，把你共和党参议员都罢掉了。你看那个美国参议员会不会跳起来？看会不会跳起来？全世界有这样，你选1、2个表现不好罢免，这是可以，这合乎民主制度。哪有全部30几个都本来罢免呢？这全世界有这样，你举个例子，全世界这样干的，有解散国会重新改选有这种 case， 但没有说用罢免的制度没有这样子的那黄奎博士说可能严重到不能说，这也许是一种，我在想可能是美国给的压力。
美国就跟你讲说，你这个两岸最好要表个态，他又不愿意表态，干脆不讲就算了。他又不愿意去骂，因为美国叫你不要骂，你不要再骂，不能再挑，你过了红线了，对不对？而且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关税啊各方面在这边协商，你这时候不要来捣蛋了，所以他不敢骂，又不愿意讲好话，最好的方式不提，假装没有这个事情，休息下再回来。还是就是美国这样。